四之歌很好玩，但不适合所有人。我目前进度是刚进第二幕没多久，游玩时间40小时，离真结局应该还要好一段时间。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四之歌是款好游戏，但是款很难的好游戏。接下来会先介绍四之歌关于樱桃的善意，再来说明游戏的优点以及我喜欢的设计，最后总结归纳适合这游戏的玩家群体。好，那要讲四之歌有多难，首先我们要拿它的前作《空洞骑士》做对比。相比于前作，四之歌的碰撞伤害变成了2点，光这一点就让我每次被怪撞到都像是撞在心头上。再来是小怪，在圣朝小怪的行为模式都比较单纯，大部分小怪都是一根筋冲向玩家往死里挠，即使怪物会飞，行动轨迹也是单一好预测的。但一到四之歌，人人都是江湖高手，谁都可以跟大黄蜂比划上一番。攻击模式变多，还会后撤步或格挡让你攻击落空。会飞的怪跟不要命似的往外喷，人人都有国王之意。Ladies, let's fuck shit up. 最后就是车轮战，前面提到的小怪问题会在车轮战具现出来，化身美国校园霸凌事件，将你摁在墙角围殴。以上这些种种，如果你没有好操作或是一个好一点的心态，会感到很大的挫败感。事实上，我在空洞骑士时就曾经差点为此退坑。四之歌游玩过程中也时不时会有气到关掉游戏躲在被子里生闷气的瞬间，可最后还是会像着了迷似的偷偷开启游戏，死它个成千上万遍。为什么？难不成是因为我是 M 超人吗？或许吧，但我认为支持我玩下去的是这游戏真的很好玩。首先是战斗手感，《空洞骑士》是我玩过的游戏中数一数二手感丝滑的不像样的神作。这游戏的光战斗那就是一场享受，看着角色皎洁的闪过致命的攻击，在最后关头一刀挥出，了结对手性命，那爽感是真的会上瘾，会想要马上找到下一个家伙再大战300回合。而且四之歌让我惊喜的一点是，他在原本的战斗体系基础下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动，文章的加入让战斗的方式有更多的可能性。他大可继续前作的护符系统，可是樱桃还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惊喜。再来是空中回血跟滞空，这2个我觉得都是让战斗节奏更丰富的改动。空中回血让我这种找不到回血时机的菜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苟住，而滞空则是在前期没有2段跳的时候，让玩家有更多操作空间。而大概是为了平衡这种过于强烈的机动性，回血变成一定需要满3格才能一次回满。再来是画面，四之歌的画面真的是美得不像样。我从空洞骑士开始就很喜欢它的美术，只不过圣朝是一个没落的文明，整体色调灰蒙蒙的，像是在哀悼曾经辉煌的过往。四之歌就不一样，颜色整体来说较为鲜艳，而且背景体感也是精细许多。它给我的感觉虽然发展比圣朝落后，但方都是一个还活着的国度，里面有更多的生活气息。这里就要说说 NPC 了，在四之歌你能互动的 NPC 更多了，而且他们个性都十分鲜活有趣，在这里你可以感到很亲切自在。我认为这多多少少都帮忙增加玩家的游玩意愿，毕竟光这只可爱的中道兽，我在游戏里面多待上1-2个小时都不成问题。最后就是场景了，四之歌的场景比起空洞骑士进步不少。我在前作常常会遇到迷路的情况，对我来说，空洞骑士的场景都太过相似了，很容易走着走着就迷路。而四之歌在这方面就改善许多，并且承接前作的优点，设计出让人想一个接一个探索的地图。另外想提一嘴，四之歌真的多了好多细节，像是大黄蜂的动作
反方向回撤的转身，在边缘的极限上攀，冲刺突然起跳后优美的往前斜冲，举手投足间的优雅，尽在彰显这位圣朝公主的高贵。总的来说，丝之歌很好玩，但因为其难度，所以不适合所有人。适合的玩家有前作空洞骑士的基础，不用打完5门，能打赢普通浮光就好；有类银河恶魔城相关类型游戏基础的玩家，能够接受被 BOSS 车轮战跳乐反复挫败的玩家。不适合的玩家则有没有任何基础，想看看这些作品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玩家。对我这频道的观众来说，那就是玩过9日但是开剧情模式的玩家。对剧情很看重的玩家，空洞骑士与丝之歌的剧情都属于谜语人类型，不会直接明讲，而是藏在文本叙述 NPC 对话中。若要完整的剧情体验，可以等空学家、思学家们做影片。那如果你打算入坑丝之歌，这是一些让你体验更顺畅的小建议。进入 DM 幕前，不要去猎者小径。零经验新人建议从空洞骑士玩起，确认这类风格适不适合你。不行的话，赶紧跳车。探图务必探干净，会有很多隐藏的钱与道具，并且途中适时的解决拦路小怪，会很大程度的缓解前期的经济压力。同时，活用念珠串系统，减少反复死亡的挫折感。进入 DM 幕前，不要去猎者小径。建议可以背着攻略，或是找已经玩到很后面的玩家一起玩。这样如果迷路，不知道当下该去哪边探索，可以偷看答案继续推进游戏。讲真的，进入第2幕前不要去猎者小径，妈的，那真的劝退之路。最近看到中文区对于丝之歌的评价呈现激烈的互骂，有人觉得这就是纯粪作，制作组在恶心人；有人觉得自己玩着没问题，就是你们反应太大，明明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神作。不过还有一种观点让我眼前一亮，或许丝之歌很粪跟丝之歌很好玩其实并不冲突，就是因为它太好玩了，所以导致即使很粪，还是一堆人想继续玩下去。仔细想想，好像不无道理。其实没人喜欢一直死亡，没人喜欢不断的失败，又没人花钱雇我受苦。玩游戏这么累干嘛？但这些游戏就是有一股说不清的魔力，让玩家们前仆后继的去挑战、去游玩。或许历经这些苦痛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行为，但当我们抵达终点时，意义也在那里了。